等了1年的那个镜头，程毅终于踢出来了。听说这次导演组想抓的是那种鲜活的、不摆拍的瞬间，就是这一角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去年这个时候也是李子园，也是程毅，那支短片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。当时整个评论区都在等一个东西，等什么呢？等一个动起来的镜头。结果那一版里头全是静态的，器械、姿态、表情管理，好看是好看，但你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憋着一口气，等它真正动一下。哎，怎么说呢？今天有点想得多，咱们慢慢说哈。那一口气憋了整整1年，1年之后这一脚踢出来了。今天这期我不想聊别的，就聊这一件事。这一件事其实能解释很多事，为什么这个艺人身上有一种别人很难抄走的东西？为什么他能在商业广告这种最讲究画面效率的领域里，被导演组选择去捕捉一个不摆拍的瞬间？我先说清楚啊，这部分有一些是行业观察，有一些是我个人的判断，如果说错了评论区指正，我下期改。回到去年那支短片，那时候很多粉丝在评论区留言，大意都是好看是好看，但能不能让它动一下？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执念？因为懂的人都知道，程毅这个人是那种镜头一旦给他空间动起来，整个画面的层次就出来了的演员。他不太需要靠光影和后期去撑画面，他本身就是画面里的内容。但是去年没等到，这里我得插一句行业背景，商业广告这种长期合作，通常都不会第1年就把所有牌打出来，画面节奏、产品融合、艺人状态匹配度都要先磨一遍，第2年才会去尝试更风格化的东西。所以去年静态，今年动态，这不是品牌方敷衍，这是品牌方在经营这段合作。这种节奏不是个人能左右的，是行业本身的运作方式。好，拉回来，说回这一脚本身。你仔细看这个动作，一只脚稳稳地立在地上，注意他的脚踝没有抖，另一只脚抬起来，在空中画了一道弧，注意这道弧不是直线踢上去的，是有轨迹感的，像在写一个字。整个上半身是松的，肩膀是放下来的，但腰是稳的。这种动作骗不了镜头，你让一个没练过的人去做这一脚，他要么脚踝晃，要么腰塌，要么那道弧画的僵硬。这是身体控制力的问题，不是 pose 摆得到不到位的问题。这种东西呢，说白了是肌肉记忆，是身体里头有东西的人才能做出来的。而导演组想要的，恰恰就是这种自带内容的瞬间，不是最帅的那一帧，而是最像他平时会做的动作的那一帧。合着，品牌方要的不是一个造型，要的是一个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身体里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2020年的琉璃司凤那把剑舞那一段，我当时反复回放过。他握剑的手腕是活的，剑尖是稳的，整个人在转的时候腰是核心，不是脚乱跑。那是他第一次让大众看到，哦，这个人是真的会动。然后2022年沉香如屑，应渊那种法术身段其实和单纯的武戏不一样，更讲究上半身的从容感。他那时候已经能做到动作幅度很大，但表情和气息是稳的，这是个分水岭。再到2023年莲花楼，这部我得多说一句，李莲花那个角色整个人是要收着演的，武功盖世，但要藏着。所以你看他的轻功不飘是收的，他的剑不快是慢的，但你又能感觉到里头有东西。这种藏的能力是武系童子功长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的。等等，不对，我刚才说莲花楼是2023年，让我确认一下，对，2023年7月开播，没记错。在之后还有天地剑心，这部具体的播出时间评论区帮我核对一下哈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但那部里头他的建议是更外放了一点的，底子还是那个底子，稳准有呼吸感。几部戏走下来，几种不同的身体语言，但他们不是割裂的，他们是一条线。
这条线如果你把它压缩成一个动作，会是什么样的？会是今天这一角。好，现在到了我今天最想聊的那一层。少年松弛感这个词我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因为它特别准。我们拆开看，少年是什么？是那种没被磨平的气，是眼神里还有光的状态。松弛是什么？是身体不紧绷，不刻意，不再表演我在演戏。感是一种综合的味道，不是某一个具体动作。这三个词单独拎出来，每一个都不算稀有，但是同时挂在一个人身上就不太容易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啊，少年气好找，年轻演员里少年气的不少，松弛感也好找，戏龄长的演员普遍都会松弛，但少年气加上松弛感同时有的，这意味着这个人既要有未被消耗的部分，又要有已经被打磨的部分。这两个东西在物理上其实是有点冲突的。程毅这个人有意思在哪儿呢？他的童子功打底，让他身体上是熟的，但他演戏选择的角色路径，又让他精神状态上没被磨成老练演员那种油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挺独特的组合。我得在这儿做一个对照啊，别误会，不是比谁好谁坏，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视觉签名。同辈的几位男演员，各自的审美定位其实都很清晰，有的是暖意亲和的 chill 路线，有的是利落鲜活的野生感，有的是清俊寡淡的水墨路。每个人的定位都很 solid， 都各自 carry 着不同的市场需求。程毅这一路是什么呢？是身体微轻加松弛加刚柔一体。身体微轻这个细节我特别想多说两句。你去看他平时的站姿、走戏的姿态，他很少是完全笔直的，他会有一个自然的偏角。这个偏角不是刻意摆出来的，是他这个人本身的肌肉记忆。这个角度在镜头里头会给人一种这个人没在防备的感觉。没在防备，这就是松弛感的来源。但同时呢，他真要动起来，比如这一脚踢出去，里头是有力量的，是有方向的。这就是刚柔一体。这三个东西捏在一起，就成了一个别人很难抄走的味道。你换一个人，可能学到身体微轻，但松弛感是装出来的；学到松弛，但动起来就软；学到刚，但失了少年气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审美标签会沉淀成它独有的东西。啊，对了，扯远了哈，拉回到广告本身。为什么这2年的商业广告，越来越多导演组想拍不摆拍的瞬间？这是一个挺大的行业趋势。我跟你讲，前几年广告行业的主流是高精修美学、磨皮、调色、慢动作、风扇吹头发，那一套你懂的。但这2年观众明显疲了，大家吐槽的最多的就是广告好价。所以品牌方开始转向，他们要真，要有生命力，要看起来像是这个人本来就这样。这个转向对什么样的艺人最有利呢？对那种本身就有内容的艺人最有利。什么叫本身就有内容？就是不用导演组使劲设计动作，他自己站在那儿动一下，画面就有了。这种艺人不是镜头需要他配合，是镜头需要追着他跑。程毅就是这一类。所以这次品牌方选择去抓他动起来的瞬间，其实是商业市场的眼光。这种眼光不是粉丝滤镜。好，说到这儿，我得慢下来一点了。1年的等待，多年的童子功，一道弧线。这3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。1年的等待是品牌方在认真经营一段合作，多年的童子功是这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没偷过懒。那道弧线是前面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，它不是临时画出来的，它是被积累出来的。我之前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有些人的画面，你看一眼就知道是他，换个人来拍同样的镜头就不对。其实答案没那么悬，答案就是那个画面里头有时间，有他练过的时间，有他演过的时间，有他作为这个人本来的样子被积累下来的时间。作为一个看他看了挺久的人，我说一句话啊，老粉应该懂，懂他的人会懂。这种东西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争辩，不需要在热搜上炒，你看到那一脚，你就知道了。走得稳的人踢出来的弧线才是直的。